你知道漫威凭什么能被称为细节怪吗？就单独拿蜘蛛侠英雄远征来讲，里面就有14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画面，也许大家之前错过了，但没有关系，今天我将会把它们一一列出，等你看完后才能真正明白什么是细节怪。第一，在电影的开头，梅姨就带着蜘蛛侠参加了慈善活动，为无家可归的人筹款。如果你看过幕后花絮，就会发现荷兰弟在这个场景中正是穿动作捕捉的衣服，然后加上电脑特效，从而变成了我们眼前的蜘蛛侠。大家先记住这个线索，咱们继续回到慈善活动中，当见到蜘蛛侠时，有些人拿出了手机拍照或者记录，毕竟是第一次接近超级英雄，这属于很正常的现象。但请注意，通过粉丝的手机依旧可以看到荷兰弟穿着蜘蛛侠套装，可能现在就有人懵逼了，这也算细节？简单点来说，就是虽然利用动作捕捉制成蜘蛛侠套装很容易，但制片方还确保了临时演员携带的手机中也会出现相同的效果。不得不说，特效部门对细节的关注是多么在乎，即使是一个如此微小的镜头，他们都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处理。第二，当彼得准备去威尼斯旅游时，梅姨来到他的房间。So sorry. 现在请注意，彼得实际上已经将开关贴在了墙上，并附有一张写着不要关闭的纸条，因为一旦关闭就会阻止钢铁套装充电。他甚至还把所有的插头都贴上了胶带，这样一来梅姨就不会拔掉。第三，彼得到达威尼斯后，他去给 MJ 买了条黑色的项链，这是在电影开头就已经计划好的礼物。但细节不在这里，仔细看该镜头，你可以发现昆汀贝克正在彼得后面打电话，如果不放慢速度，其实很难发现这一点。从这儿也能说明，神秘客实际上一直都在跟随和了解彼得，导致在最后可以轻松欺骗他。第四，彼得拒绝了尼克弗瑞去布拉格对抗火元素，因为他第二天必须和同学一起去巴黎。结果尼克弗瑞劫持了众人的旅游，把目的地改成了布拉格。We're going to Prague. Huh? What? 现在请注意，彼得和内德总是会非常顺利的结束机长程序，但听到这个震惊的消息后，他们俩在最后一步都错了，这也是唯一一次出错。原来在蜘蛛侠英雄远征中还有这么多你没发现的小细节。第五，当布拉德在一个棘手的位置抓到彼得时，实际上这个女人只是来送隐形服的。随后布拉德拍了一张照片，决定给 MJ 看，这样一来彼得就永远无法和他在一起了。但在伊迪丝的帮助下，彼得设法从布拉德手机中删除了照片。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知道的，但里面有一个细节，就是在老师告诉学生要去看歌剧时，可以发现每个人都对该决定感到失望，然而布拉德却在一旁不停地滚动手机，他还在努力寻找那张照片的去向，甚至给了彼得一个邪恶的眼神。我敢肯定大家当时都没有注意到他，因为场景主要集中在老师和彼得身上。第六，当每个人都把目光转移到所谓的小山羊身上时，我们可以发现一处1秒不到的镜头，就是 MJ 一直盯着彼得帕克，并发现他另一个身份。然而在下一个镜头中还能清楚地看到他仍然在盯着彼得，如果不放慢播放速度，真的很难注意到，这几乎是 MJ 发现蜘蛛侠真实身份的地方，也是为什么在刚下车后他就一直盯着彼得看。通过以上发现，完美证实了 MJ 的这句话。 Because I was only like 67% sure. 第七，彼得和昆汀在阳台上交谈的场景我们都很熟悉，但要知道神秘客实际上不会飞，所以彼得在这里看到的一切都是幻觉，因此昆汀是戴着头盔出现的。不过请注意，当神秘客的全息影像降落在彼得身边时，他感觉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。 I didn't think I was gonna have to save the world this summer. 当时摄像机只聚焦在彼得身上，这也是为了防止我们看到真正的昆汀如何溜到他身边。其实彼得帕克的蜘蛛感应还没有发挥出全部潜力，这也能说明他确实感觉到有些奇怪，但也有些不确定的原因。第八，众所周知，这套黑色服装被称为隐形套装，然而漫威竟能把套装的首次曝光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注意看，直到背景中的烟花开始，我们才能真正发现彼得的位置。因此凭借这一巧妙的镜头，漫威基本上向我们介绍了隐形套装。第九，当彼得和昆汀在酒吧谈话时，因为他的粗心，以至于把伊迪丝眼镜掉在了地板上。 Oh my god, thank you so much. They were just on the floor? 这个刚刚把眼镜还给他的女人，实际上是昆汀团队的成员。其实他完全可以保留眼镜，然后把它交给昆汀，但他并没有，因为偷眼镜从来不是计划的一部分。昆汀一直的念头是要让彼得送给他，只有这样才能解锁伊迪丝。这就是为什么女人把眼镜还给了彼得。或者还有另一种说法，就是这位女士从彼得那里偷了眼镜，最后又放在了地板上。等还给他时，彼得感到了羞愧和不负责任。你注意到了蜘蛛侠英雄远征中的这些小细节吗？第10，在电影的最后一战中，彼得穿着他新设计的套装，但不料把网全都用完了。这可能是因为这套战衣没有像以前那样的储存带，所以才导致很快被用尽。第11，我们都知道漫威的细节特别喜欢埋在车牌中，当然这部电影也不例外。就在彼得和 MJ 接吻之后，
有一辆车的车牌上写着 TASM143，这实际上是参考了 The Amazing Spider-Man 第143版，意思就是在神奇蜘蛛侠第143版中 MJ 和彼得首次接吻。第二个就是在火元素出现时，玛利亚的车牌上写着 ASM28965。没错，这是参考了1965年的神奇蜘蛛侠第28版，在该版漫画中，火元素首次亮相。最后一个就是当尼克弗瑞来到柏林接蜘蛛侠时，他的车牌号是 MTU83779，这代表在1979年7月第83版中，漫威战队的主角正是蜘蛛侠和尼克弗瑞。第12，为神秘客工作的这位手下，其实出现在了2个不容易被发现的场景中。第一是当彼得和 MJ 在威尼斯散步时，可以看到手下的身影；第二则是在最后一战中，他帮神秘客注视逃跑的同学和老师们。虽然汽车司机的身份我们都知道，但这2个镜头没有放慢，确实很难被发现。第13，当火元素正要去伤害摩天轮上的内德时，蜘蛛侠连忙跑过去想救下他们，就在蛛丝射出去的一瞬间，不料被投影缠住了。但通过慢速播放并暂停，我们可以看到无人机的全部模样。这个镜头发生的非常之快，如果不放慢，根本无法被发现。不得不说，漫威确实把细节做到了极致，就连一帧的镜头也不放过。当然，还要感谢这位网友提供如此棒的线索。第14，在最后的战斗中，假的神秘客试图将伊迪丝眼镜交给彼得，而真正的神秘客则试图射杀他。现在请注意，假的神秘客正拿着伊迪丝眼镜，就好像拿着枪瞄准一样，这其实是一个微妙的线索，表明眼前的神秘客并不是真实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蜘蛛侠英雄远征中的细节，你对这些看法是否有什么疑问呢？如果有，请在评论区说出来，希望能收到你的意见。最后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关注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